这个也拿着，这个也是。吴姐姐，我们要不要先抄几份？哦，那先过去吧。哦。吴姐姐，你从哪里找来这么多父皇的奏书让我批啊？吴姐姐，父皇此处批的有些潦草。批奏书啊，你父皇也会有累的时候，说不定他这一份奏书批到这个时候，他已经困得不行了。好吧。你才干或许不如魏王，但天性善良是你竞争太子之位最大的筹码。不过，只找天下，仅靠善良是不够的。没有勇气与智慧相伴的善良，无异于懦弱。你必须要让陛下意识到，你的能力可以经国治世。咱们当然来不及循序渐进，但我想，陛下若是要考察你的能力，着眼点多半与近期的政务有关。智奴。因此，这苏罗汗治下的北方叛军，是我们钻研的重点所在。吴姐姐，啊，大哥逼宫一事，大局已定，可为何你还一直翻来覆去，不停地看当时的记录呢？我觉得这其中大有蹊跷。我有一种直觉，如果把这件事情搞清楚，对我们对付李泰大有帮助。吴姐姐，你在干什么？把手拿出来。一点风吹草动就能让你分心，回去。批你的奏书有用吗，吴姐姐？难道我每日就闷在这藏书阁，学什么北方叛军、北漠的风土人情，父皇就会立我为太子了吗？父皇他这么忙，他甚至都不知道我在学这些东西。吴姐姐，智奴不怕苦累，我真的不怕。可是我最怕的就是，到了最后，我连与四哥一较高下的资格都没有，这太子之位便是他的了。那时，我承诺保护你的诺言，不就是妄言了吗？有了，要不我直接去找父皇，我自荐当太子就好了。胡闹！智奴，你别着急，别怕没有机会。人只要活着，机会总是有的。也许是1天2天，也许是1个月2个月，可总会有那么一天的。但是，当唯一的机会来临的时候，你要好好问问你自己，你到底准备好了没有？这世上最可悲的不是没有机会，而是当唯一的良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好好的把握它。我说的你明白吗？
明白。来，拿，别犟了，把这些全部都给我抄3遍。来。吴姐姐，嗯，你觉得父皇真的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考教我问题吗？当然有这个可能了。可是太极殿上这么多文武大臣，还有舅舅，我怕在他们面前我会紧张。我一紧张，我记性马上就变差了。你别怕，如果真的发生这种可能性，你就当全部的人都不存在好了。你就使劲的想象，在太极殿上只有你跟陛下2个人就可以了。不，我会假装有你陪着我，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王爷，若何呀？去尚书省打听过了，还是没有下新的诏书。陛下那边除了不时关注扩地制的修订进展外，再无别的动静。莫要着急，也许此时只是父皇想考验我的耐性罢了。毕竟远征北方叛军已属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时，楚军空悬，父皇可是没有办法御驾亲征的。就当是晚一天收获，便多一份喜悦吧。王爷，我们就这般干等着，是否太过被动了？不如适当采取一些行动，比如发动一些支持王爷的大臣上奏。万万不可！此时此刻最忌讳的便是自作聪明。耐心一点儿，老实一点儿。难道我还会输给李克那个出身血统都可疑的贱种不成？啊，对了，武媚娘那里近日有何动静？她仍在搜集父皇批阅的奏书，已经减少许多了。除了拿些奏书供晋王练习批阅外，那人说武媚娘每日都会指点晋王学习。在一个女人的指点下临时抱佛脚，能懂得什么国家大事与军事要领？哼！可怜我这个弟弟被一个有心机的女人指挥得团团转。算了，由他们闹去吧。那楚客再去打听打听消息，王爷稍安勿躁。去吧。明天总该宣布我是太子了吧？大将，所能搜集到的五宫女儿时故交的相关卷宗全都在这里了，没有一个叫李固的人呢。这名字肯定是假的。那大家为何会觉得李固身份有假，且是五宫女的旧识呢？你想想啊，当武媚娘有难、千钧一发之时，这个人突然出现在武媚娘身边，时间、地点以及他的行为，处处都透着古怪。而李固这个人，履历又如此的完美，没有丝毫的瑕疵，这多半就是假的。行了，你先退下吧。是大家。
禀大家，徐婕妤求见。他有什么事儿？徐婕妤说他是为五宫女而来。哦，瑞安，拜见吴姐姐。瑞安，你怎么了？就这么几日不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是不是还在想文娘？姐姐大可放心，瑞安不会因此而颓废消沉下去的。我会好好活着，我一定要查出来，文娘到底是怎么死的。瑞安，你也别太执着了，也说不准，文娘真的是死于意外呢。不，文娘的死绝不是意外。你有什么线索吗？为什么那么笃定？姐姐，有一件事我始终没有告诉你，你还记得那日徐婕妤允我去文娘的房间吗？我在那里发现文娘的屋里少了一物。少了什么？是我亲手给文娘修复的一个青铜烛台。那个烛台乍看上去跟宫里其他的烛台并无二样，可它的底座上却刻了一个文娘的文字，是我亲手刻上去的。文娘死后，其他的3个烛台都在，可唯独那个烛台却不翼而飞。瑞安还记得，文娘的伤是伤在头部。仵作说，兴许是进出池的暗礁将她的头碰伤的。可我觉得，事实绝不是如此。你觉得是什么？是有人拿那个烛台打死了文娘？正是。如此说来，如果能找到那个底部有文字的烛台，说不定就可以找到真凶。姐姐，不知姐姐唤瑞安来是所谓何事？把眼泪擦擦。这些天，我一直在想，这太子逼宫一案里面，有太多的疑点难以缩解。我记得当日，我差你去东宫送辽陵的时候，给太子的字条，就夹送在辽陵里。为什么最后这张字条会落在陛下手中？可是姐姐，我明明亲手交给了太子妃身边的圣儿啊！啊，姐姐，瑞安对姐姐毫无二心的。你傻了，我当然信得过你，这不才叫你来一起商量吗？也许是东宫有人背叛了太子。有这个可能。瑞安，你好好想一想，在送辽陵去东宫的路上，有没有遇见什么人？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没有啊，我就是碰上了文娘。四太姐，占我便宜，看什么看？快转过去！哦，对不起，对不起。再过去一点。哦，不许偷看哦。哦，不可能，怎么会是文娘？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不，先不要急着下结论。文娘也只是有可能而已。如果真的是文娘，她也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说不定是被人指使。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她才会被人杀人灭口。可是姐姐，文娘跟的是徐婕妤，她怎么会做对不起姐姐的事儿？不会的。不会是徐姐姐的。哦，对了，文娘以前曾经跟过萧强，莫非？瑞安，
这件事情容我再想一想。在没有弄清这件事情的真相之前，不要把曾经见过文娘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对了，包括那个朱台，也不要再查有关文娘的任何线索。那徐婕妤呢？这件事情，只有你我知道就好。是。陛下现在愿意相信臣妾了。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人的？臣妾知道此人，乃因为媚娘时常念叨，他就是媚娘青梅竹马的故人。媚娘入宫的目的，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得到陛下的恩宠，替那李牧求情，特赦他身为叛党后人的流放之罪。臣妾对不住陛下，臣妾早就知道此人，也知道此人与媚娘的关系，却一直未告知陛下，只因为臣妾以为这不过就是往日旧情。既然媚娘已经入宫了，便已是新的开始。媚娘铁定会一心一意地对待陛下，忘记过去。殊不知，此人却已入宫。臣妾实在担心他身为叛党后人的身份。臣妾对不住陛下，臣妾早就知道此人，也知道此人与媚娘的关系，却一直未告知陛下，只因为臣妾以为这不过就是往日旧情。既然媚娘已经入宫了，便已是新的开始。媚娘铁定会一心一意地对待陛下，忘记过去。殊不知，此人却已入宫。臣妾实在担心他身为叛党后人的身份。臣妾也曾经屡次劝过媚娘，必须要对陛下坦白。怎知媚娘却迟迟未告知陛下实情。陛下，你一定要当心此人，及早做出处置才好。陛下，好吧，辛苦你了。你退下吧，明天一早，朕便下旨，封你为从容。陛下，这不是臣妾想要的。臣妾所求的，只是能够陪在陛下的身边。朕明白。退下吧。张大人，你倒是说说，如果此战输了，战败带来的恶果，大唐能否经受得起？难道你忘了伫立在北方边界多年那些随军将士砌成的血肉长城吗？隋炀帝昏聩无能，奸臣当道，国力衰弱，方有三征北方叛军的惨败，这怎能与我大唐明君盛世下的御驾亲征相提并论呢？明君盛世，明君盛世便不会打败仗吗？二位卿家不要再争了。青雀，你对苏楼寒，对北方叛军，有什么看法呀？
启禀父皇，儿臣素闻苏楼寒乃北境1等1的铁腕人物。自杀掉段季、篡权之后，叛军辖地之内既无上层军官趁机起兵，也无下层百姓揭竿造反，局势竟比段季在世时还要稳定。以此上下一心、以逸待劳的局面，若我军远攻而去，形势恐怕不容乐观。科儿，你有什么看法？父皇，儿臣以为魏王所言不无道理。只是俗话说，这两强之争，勇者胜。听闻那苏楼寒乃是北方良将，颇善用兵，又占地利之势。若无精兵猛将，恐难胜之。儿臣以为，我大唐应该集中优势兵力，联合叛军周围与其不和的势力，力争在兵力上占据绝对的优势，以最小的伤亡，一战而胜之。朕的2个儿子的观点，一个主张不打或者晚打，一个主张联盟而围攻北方叛军。诸卿都已经听到了，什么意见呢？臣对魏王殿下的观点深以为然。不许夸！深以为然还说什么？朕要听不同的意见。启奏父皇，儿臣倒是有些话想说。是奴。好玩吗？好玩。还要不要再高一点啊？好。你说这早朝都已经开始了，你还有心思在这陪他玩？既然都已经开始了，那我们也就帮不上指路什么忙了。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2个字：等待。来，你说你啊，这疯丫头，哪值得你花那么多的时间陪她？若不是意外疯掉，她必定会配合为妃，借那香囊构陷于你。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萧强他毕竟没有那么做。他不但没有害我，反而还救了我，还扳倒了为妃。他现在啊，实在是太可怜了，在这宫里无依无靠，就当看在我们一起进宫的份上，多来看看他也是应该的。你可怜他啊，我倒觉得，像他这般失了神智、无知无觉的，倒比你我还快活些。哎，你若有这闲情逸致，倒不如你多为晋王念几声菩萨保佑吧。他此刻在朝堂上的表现，可关乎到你我以后的命运。到如今这个份上，求神还不如求己呢。哎呀，反正我已经把我所能做的一切全部都做了。如果到最后还是不成，也算输得心安理得了吧。不过，你到底是怎么教晋王的呀？毕竟他根基浅薄，过往对政务又涉猎甚少，难不成在短时间之内，他的见识能够超过魏王还有吴王他们？想要让智奴一鸣惊人呢，靠真才实学自然是来不及了。所幸啊，这家伙记性好，过目不忘，把我所写的那些答案呐、说辞啊，通通都给背了下来。唉，这就好比是在赌场里押宝赌大小，输赢的关键，最主要是看我押不押得中。陛下到底会问智奴什么问题？
小心，不用紧张，别让这些大臣们看你乱了分寸。儿臣拜见父皇。智奴，头一次上朝便有话说，勇气可嘉。来，告诉朕，对苏楼汗、对北方叛军，有什么想法呀？智奴，怎么不说话呀？我会假装有你陪着我，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启禀父皇，苏楼汗看似铁腕强者，实则外强中干，其坚不足以掩恶，其雄又不足以攻城。即使论才干，尚在被他杀死的段季之下。单在与周边的势力共处上，苏楼汗便连犯了致命错误。当年，段季还在世时，看似对外软弱，实则颇有心计。一方面对我大唐礼数有加，让我们没有动武的借口；另一方面，找一切机会展示实力，使我大军不敢轻举妄动。同时，又加紧对北境那些小国还有部落的蚕食。如此，必定在10年内，北方叛军就可以一统北境，大唐却只能作壁上观。可如今，苏楼汗一上来就定下了南征西拒的策略，迫不及待直接发兵攻打那些小国，看似威风八面、吐气扬眉，实则却为了一点点虚名威力惹了众怒，得不偿失，也给了我们大唐最好的发兵理由，给北方叛军带来了灭顶之灾。那如此说来，你是觉得我们应该远征北方叛军？你是支持克尔的看法了？父皇，我大唐卧榻之畔，自不容这头犹在成长的猛虎酣睡。只不过，对于战事的前景来说，智奴倒是没有三哥那么乐观。苏楼汗能征善战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北境苦寒之地，路途遥远，其实我军补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要是我们真的与敌人战至焦灼状态的话，那么此战的输赢便会取决于北境那些弱小邻邦是否能够及时供给我军粮草。那些小国部落屡屡受北方叛军的欺凌，且一向与我大唐交好，供应粮草当不在话下。楚大人，有句话说得特别好，凡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其实，燕齐与北漠的关系，不正像那些小国与叛军吗？我大唐多次支持燕齐，维护其在丝路的利益，结果怎样？对方欣然投入了北漠的怀抱里。焉知那些小国会不会存了让大唐与北方叛军两败俱伤，他们正好从中得利的心思？王爷此番话让微臣糊涂了。既说此战该打，又强调征途艰难，那么打还是不打呢？当然要打，一定要打。只不过此战不是一蹴而就之事。苏楼汗鼠目寸光，不是治国兴邦之才，他主政一定会加速北方叛军的灭亡，这是肯定的。不过其铁腕治下，精于用兵，却能使其可争一时之雄长，甚至在战争的前期占得优势。所以，父皇、诸位兄长、诸位大臣，智奴认为征讨北境应该当作一个长期的国策，我们须得定下一个起码长达10年以上的计划，
循序渐进，分数次征讨，以使其自顾无暇，再也无力在北境扩张。如此，智奴敢说，当可在10年内，北方叛军自然就会在这战争的泥潭里垮掉了。也因此，智奴恳请父皇收回成命，这一次就莫要御驾亲征了。反正要打不止一次，父皇可以在后几次远征中亲临战场，主持大局。10年，朕可能等不了那么久。朕也知，一战而胜很难，但并非全无可能。再说了，朕最喜欢做的，便是将不可能变成可能。今日就议到这儿，散了吧。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结束了。如此说来，我抄给你的那些奏书，倒也派上了些用场。我便是看着这些奏书，猜陛下近日所关注的正是。想来他问智奴的问题，多半会与远征北方叛军、西域燕齐与北漠勾结，在高昌设县后对当地的管理，这些问题息息相关吧。希望如此。毕竟真正懂得陛下心思的人，是媚娘你呀。姐姐，都什么时候了，姐姐还有心思拿妹妹打趣啊？如今在御书房常伴陛下身畔的，可是徐姐姐你啊。对了，那李牧可还在宫中？我已经拜托了淑妃娘娘将他送出宫去，只是眼下似乎时机还不太合适。切莫再和此人有任何瓜葛。若是被陛下知道了，不单是李牧，包括你，也难逃一劫啊。我心里明白。你近日翻查太子逼宫一案，可有何收获呀？想来应该是李泰从中做了些手脚，误导了太子，让他起了造反的念头。但是这棺材上到底放何种颜色的纱，乃是魏大人对我的秘密嘱托。当时四下无人，李泰却是如何知晓此事呢？这件事情我一直没能想明白。你别忘了，还有个何干成机呀，定是太子在通知侯君集将军的时候，被何干成机给听了去，及时通知了魏王吧。对呀，当时还有此人呢，我怎么把他给忘了？没错，一定是他。不对啊，何干成机当时彻夜守在天牢外，等候侯君集被弑，直到出殡前1个时辰，才得太子通知棺材上铺纱的细节。不是他。你打算怎么做？将这纸上魏征大人的计划告诉太子，还是陛下？
说来也奇怪，这侯君集把何干成基当成亲儿子一般对待，他又为何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背叛他呢？唉，或许就像屋里的家具吧，总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坏了。这人呐，也是一样的。姐姐说的真好，这人呢，总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坏了。媚娘，你怎么了？啊，没什么，大概是眼里进了东西，有点不舒服。哎呀，那个千万别用手去揉啊！若是飞虫的话，揉碎了可就坏了。姐姐，你待我真好。姐姐，飞了，快点儿！什么？你们快看，要飞了！我们去荡秋千好不好？啊，走嘛！好，来，快，我们快去！姐姐，让我飞啊？对，你坐。好，来，走喽！小心一点啊！飞喽！飞喽！飞喽！飞了！不会的，飞了！飞了！不会是徐姐姐，一定不会是她。飞了！飞了！王德，大家，朕要你办件事。哦，大家但请吩咐。